OPPO Find X7 Ultra、vivo X100 Ultra， 在很多朋友心里呢，这两台手机就是国产影像的巅峰了。而且随着系统升级呢，它们也确实变得越来越厉害。那今天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对比。欢迎收看 ZPH， 非常感谢您的点赞跟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尤其是关注和订阅。希望喜欢手机影像的朋友都能多多出去走走，拍拍好看的照片。我每期也会这么做啊，希望我的抛砖引玉能起到带领的作用吧。看完前面的照片，不要只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因为摄影环节的照片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啊，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哦。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两台手机的主要镜头跟焦段都列这儿了。总体来说呢 ，OPPO 是比 vivo 多了一个6倍的长焦镜头的，但是 vivo 那边的 3.7 倍啊，它是大底的2.1像素长焦镜头。那到底他们谁的长焦更强呢？这点呢，咱们长焦环节再说。当然了，其他镜头我们也要好好的比一下。在 OPPO 的拍摄界面里，除了主摄、超广角、3倍、6倍这4个光学焦段以外呢，还给了一个2倍的数码变焦，它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着重说一下，在相机的设置中的格式里边有标准跟超清2个选项。如果选择超清呢，系统会优先选择更高的分辨率来储存照片。虽然说超清选项并不是系统默认啊，系统默认是标准，但是这次测试呢，还是以超清来进行测试，因为这毕竟是 OPPO 近期升级的一个重点。在 vivo 的拍摄界面中，除了主摄、超广角以外呢，还给了2倍的数码变焦跟10倍的数码变焦选项。而且两台手机在点击每一个焦段切换按钮的时候，都能显示当前的等效焦段，这点都非常不错。而且连续点击每一个焦段切换按钮呢，也能出现小的数码变焦选项，这点也是很好玩的。下面就正式对比两台手机了啊，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从硬件参数上说，两台主摄还是非常接近的。OPPO 那边开启了超清模式之后呢，它默认会输出2600万像素照片啊，这是大概率2600万像素照片。那什么时候它会输出低像素照片呢？那这就看它系统心情了，反正跟当前的环境亮度是没有关系的。我估计啊，会跟当前场景的复杂程度、多帧合成的难度有关系。先看第一组主摄的实拍对比，你还别说，两台主摄在默认状态下颜色风格还真是挺接近的呀。但是解析力方面，确实是2600万像素的 OPPO 解析力更高啊。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颜色风格方面，这回天空出现了一点颜色的区别。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这回画面下方的石头部分啊，vivo 这边明暗对比做得更强烈一些，看着细节好像还不错。但是仔细看，房檐以及房檐下边这些彩绘的解析力还是 OPPO 的解析力更高。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两台主摄做的都比较优秀，在1英寸底的主摄里边，这就算效果很好的了。再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两台主摄从开始画质下降的区域到下降的程度都是挺接近的。不过从画面的观感上来说，在边角处的噪点 OPPO 还是要比 vivo 强很多的，但是这个是由于感光器跟程序造成的，跟镜组的光学质量没什么关系。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但是拍出来的色彩嘛 ，OPPO 这边还是很好看的，vivo 那边拍的有点亮啊，有点白。
但是放大看解析力嘛，这回 vivo 那边亮就有亮的好处了，看起来好像更好一些哈，但也只是看起来像，其实呢两边的解析力非常接近。不过呢 vivo 还有一个比普通的高清模式更高清的 AI 5000万高清模式，那这回在解析力方面啊就超过 OPPO 了。再说超广角镜头，参数两边差不多，光圈呢是 OPPO 的更大。看实拍样片，两边的颜色风格是有区别的， OPPO 偏暖一点， vivo 偏冷一点。你们更喜欢哪边呢？喜欢 OPPO 的打1，喜欢 vivo 的打2。视角差距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就是 OPPO 拍不到的范围。那中心解析力两边差不多。再看一组对比，这回颜色风格跟前面一组反过来了， OPPO 的偏冷了， vivo 的偏暖了。那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依旧是差不多的。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就是边角画质把控上的 OPPO 的稍强，最起码在紫边控制上是比 vivo 强的。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 OPPO 的更强一点。两台超广角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两边依旧是不分伯仲的。微距拍摄这块 OPPO 是没有专门的微距模式的，拍摄微距最好的方式是用主摄慢慢接近被摄物体，系统会自动切换到微距模式啊，屏幕上也有提示啊。这个时候它是用超广角来拍摄微距，用超广角的数码变焦来拍摄微距。vivo 这边拍摄微距呢，就是有专门的模式的，它是用 3.7 倍中长焦镜头来拍摄微距的。从实拍效果上看 ，OPPO 那边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看起来放大比 vivo 都好，但它其实呢是数码变焦拍摄的嘛，如果放大看细节的话，肯定是没有光学镜头的 vivo 拍得清楚的。而且 vivo 在微距模式中呢也提供了数码变焦选项，这个时候无论从观感上还是从解析力上，都是要明显强于 OPPO 的。再说中长焦镜头，中焦这块 OPPO 是有一颗3倍的中长焦镜头的，而且它中长焦镜头的硬件参数还是非常不错的。vivo 呢是没有中焦镜头的，长焦 OPPO 是有一颗6倍的光学镜头， vivo 呢是 3.7 倍的大底2.1像素的长焦镜头。而且这一期的长焦对比啊还是非常神奇的，咱们慢慢往后看。对比还是先从2倍焦段开始对比，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vivo 的更强啊，2倍焦段还是非常常用的啊，比较重要。咱们再对比一组，那这回成像的风格差别还是挺大的。那颜色风格方面，喜欢 OPPO 的打1，喜欢 vivo 的打2。那这回中心解析力方面啊，差不太多了啊，没有刚才差的那么远了。但是仔细看呢，还是 vivo 的稍微强一点点。现在 OPPO 是3倍 ，vivo 是 3.7 倍，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解析力方面呢，没有悬念 ，vivo 的更优秀。OPPO 的3倍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 ，vivo 的 3.7 倍是有2亿像素高清模式的。那解析力的区别呢，也是非常明显的 ，vivo 的更优秀。现在是6倍的对比 ，OPPO 的6倍是光学焦段 ，vivo 的6倍呢是 3.7 倍高像素镜头的数码变焦。但是解析力方面呢，依旧是 vivo 的看起来更好。OPPO 的6倍光学镜头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它跟 vivo 3.7 倍的2亿像素模式对比，解析力的差距会如何呢？差距还是蛮大的啊。vivo 的3.7 倍2亿像素的解析力还是相当惊人的。神奇的地方马上就要到了啊！在前面的对比中呢 ，OPPO 的6倍是打不过 vivo 的3.7 倍镜头的，但是到了13.3 倍数码变焦的时候，两边的解析力开始变得不分伯仲了。更神奇的是，到了30倍数码变焦的时候 ，OPPO 的解析力开始反超 vivo 了，这点我之前是没有想到的。而且呢，这还不是个例，很多组30倍的数码变焦对比中 ，OPPO 的解析力就是高于 vivo。再说前摄，先看自拍的表现，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相机如果自己切换到人像模式呢，我们也不手动干预啊。那从实拍的效果上来看，两边都可以说是非常精致、非常漂亮的。但是人物肤色方面，我感觉 OPPO 处理得更好，人物肤色非常自然。在这个环境下 ，vivo 的肤色有些偏红了。对于这个结果呢，我之前也是没想到的，因为 vivo 的自拍一直是非常强的。想不到这次自拍的对比 ，OPPO 看起来更好一些啊。现在是前摄录像的对比，人物的肤色跟刚才自拍看起来还是很一致的。肤色方面 ，OPPO 看起来更自然 ，vivo 在这个环境下肤色有些偏红，两边的防抖跟清晰度都是非常不错的。
再说人像对比，用的是相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啊，没有调其他的。这回从照片的观感上来说 ，OPPO 就不如 vivo 了。无论是照片的整体观感、背景啊、人物啊，都是 vivo 的处理更好一些。OPPO 那边虽然说单独看也挺精致的，但是就怕对比，而且在相同环境下 ，OPPO 的呈现也是有区别的。前一张还不怎么样，后一张突然就变得精美了起来。所以在人像拍摄方面，还是 vivo 的更稳定，而且拍摄出来的效果更好。再看直出宽容度的对比，先看第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 ，OPPO 还是不错的啊 ，vivo 稍微有些偏色，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OPPO 的更好，按部能按得下来，还能保留细节。下一组的表现也是 OPPO 的更优秀，主摄按部能按得下来，还能保留细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而且亮部两边做的都非常不错，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做的也很自然。场景的难度继续提高，主摄的表现两边都非常优秀，超广角依旧是 OPPO 的表现更好，按部能按得下来，还能保留细节。但是又换了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 OPPO 的颜色就不好看了， vivo 还是很不错的，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很优秀。再换一个高难度的场景，主摄的表现就说 OPPO 稍微强一些吧，毕竟按部它能按得下来，还能保留细节， vivo 那边已经出现了偏色，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但是我感觉 OPPO 快到极限了，果然换了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 OPPO 的按部已经开始损失细节了，超广角的按部也损失了细节。vivo 那边呢，虽然说主摄跟超广角还是稍微有一些偏色，但是细节保留还是很完整的。最后一个场景也是如此，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 ，OPPO 的按部都已经出现了细节损失了。vivo 的表现呢，就是主摄稍微有些偏色，超广角的表现还不错，就是按部呢能再往下压一些就好了。再看夜景的表现，先看第一个场景，主摄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两台手机的表现都非常优秀，超广角的表现亮部 OPPO 就有些损失了。再换一个大光比的场景，这回无论主摄还是超广角，两边的表现都还不错。再来个有难度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无论是亮部暗部都不错，但是超广角不行啊 ，OPPO 这边亮部损失很明显。场景的难度继续提高，主摄在直出的情况下，亮部细节呈现 OPPO 是比不了 vivo 的，超广角差得更远。就算把 OPPO 的夜景模式打开再拍摄，虽然说成像效果有提升，但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在亮部细节呈现方面依然比不了 vivo 的直出。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夜景的对比，亮部细节方面还是 vivo 的表现更出色。现在 OPPO 是3倍 ，vivo 3.7倍，两边的表现都很优秀。现在都是6倍焦段的对比，两边同样都是非常出色的。现在是13.3倍的对比，两边依旧是不分伯仲。现在是昏暗的城市夜景，无论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在细节呈现方面都是很好的。现在是昏暗场景2倍的表现，两边在细节呈现方面都很不错。现在 OPPO 是3倍 ，vivo 是3.7倍，它们也都是光学焦段了，细节呈现方面也都是很好的。现在是6倍的对比 ，OPPO 那边呢就是用6倍镜头直接拍的 ，vivo 是3.7倍镜头的数码变焦，暗部细节呈现方面是 vivo 的更优秀。而且到了13.3倍都是数码变焦的情况下，清晰度是 vivo 的更高。极暗的场景开始了，祖传神树场景，两台主摄的表现都还不错，细节呈现都挺充分，但是超广角的表现是 vivo 的细节呈现更充分。注意啊，是细节呈现，不是亮度。从健身器场景开始，对比就变得没有悬念了。他们的夜景曝光时间是明显不同的 ，OPPO 的夜景曝光时间也就1-2秒，但是 vivo 这边呢，短则3-4秒，长则7-8秒。虽然说 vivo 这边曝光的时间更长，但是手持拍摄没有压力，拍摄出来还是非常清晰的。不管怎么说吧 ，vivo 这边的细节呈现就是更丰富的，超广角的细节呈现差距也是比较明显的 ，vivo 的更优秀。树林小路场景的对比也是没有悬念的。主摄在细节呈现上的差距是有的，当然了，还是没有他们两边亮度的差距大啊。但是细节呈现依旧是 vivo 的更丰富。夜景的对比从来不看亮度，而是看细节呈现。同样的，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vivo 的更好。如果你觉得 OPPO 拍摄出来的照片更好看，更有夜景的氛围，比 vivo 的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分清楚，此刻我这儿聊的不是画，聊的是笔，聊的不是照片，聊的是器材。最暗的祖传神树场景依然是没有悬念，主摄细节呈现方面是 vivo 的更优秀，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vivo 的更好。
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微信、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两边非常优秀，颜色都很好看，防抖清晰度都很棒。现在是超广角的对比，稍微有些逆光啊，防抖都不错，但是清晰度这回是 vivo 的更高。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表现，两边的防抖都不错，但是 vivo 那边有点暗啊，清晰度、防抖两边做的都不错。现在 OPPO 是3倍 ，vivo 是3.7倍，两边的表现依旧是高水平的，清晰度跟防抖都很好。现在都是6倍的表现 ，OPPO 这边是6倍的光学镜头 ，vivo 是3.7倍的数码变焦。解析力方面，就是清晰度方面是 OPPO 的表现更好。现在是10倍焦段的对比，两边的清晰度这回差不多了，但是防抖方面我感觉是 OPPO 的更稳。现在是夜晚主摄录像的对比，两边的防抖清晰度，甚至连鬼影都很接近啊！vivo 在这个场景怎么也会有鬼影呢？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对比，暗部细节呈现方面感觉 OPPO 稍微强一些，只不过这个强呢，除了对比也没有其他作用。现在是2倍夜晚录像的对比，两边的表现十分接近。现在 OPPO 3倍 ，vivo 3.7倍，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清晰度方面在各自的焦段上的表现都是不错的。现在是夜晚6倍的表现，这回清晰度是 vivo 的更好了，而且防抖也是 vivo 的更优秀，跟白天反过来了。现在是夜晚10倍录像的对比，清晰度 vivo 的更高，防抖也是 vivo 的稍微强一些。但是 vivo 在横移的时候有一些拖拽的感觉，只不过这个拖拽的感觉呢还好，不是特别的生硬。工业设计方面，虽然说这两台手机的设计思路是一样的，但是细节的处理啊，在外观上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呢？就是你们觉得哪台手机更好看呢？喜欢 OPPO 的打1，喜欢 vivo 的打2。至于他们的硬件性能、发热、跑分啊，这两台手机上市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估计屏幕前很多朋友都比我们更清楚了。那如果你还不清楚呢，那你就去看其他的节目吧。硬件方面呢，我们也不在行。那么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啦。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